友情提示：这是一部后劲极大的电影，特别不适合有孩子的父母观看，因为我怕你知道了这个男人的罪行后，会愤怒到想去泡菜国刀了他。那么这个男人，哦不，这个禽兽到底是如何做到人神共愤的呢？影片开始，8岁的小素媛在去往上学的路上，脏兮兮的禽兽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。아저씨우산좀씌워줄래素媛看了看近在咫尺的学校，又看了看雨中的大叔，善良的他害怕大叔淋雨得病，于是便点头答应了。殊不知，这个小小的善举却成了素媛一生的噩梦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那把黄色小伞已经破烂不堪，被禽兽折磨到奄奄一息的素媛趴在马桶上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当母亲赶到医院，看着原本活泼可爱的女儿成了这副模样，整个人瞬间崩溃。而此时父亲只能装作坚强的样子，听医生给他陈述女儿的病情。经检查，素媛的盆骨骨折，大小肠全都流出体外坏死，现在想保命只能手术切除，而切除后永远都要带着人工排泄带。这也意味着就算素媛长大，也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。父亲听后心如刀绞，颤颤巍巍地点下了头。他不知道女儿究竟犯了什么错，要让她承受这种经历。好在最后手术很成功。当母亲看到床上的女儿，情绪再一次崩溃，而父亲始终低着头。等到没人后，他才走到女儿床前，紧紧握住了她的手。素媛有所感应，睁开眼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当时害怕爸爸妈妈工作太忙，所以自己就拨通了报警电话。素媛还担心其他同学被害，告诉爸爸一定要让警察叔叔早点抓到凶手。看着如此懂事的女儿，父亲心痛到几乎窒息，可他却不敢在女儿面前掉一滴眼泪。几天后，父亲来到警局，得知警方已经掌握了几名嫌疑人的信息，但是没有其他证据，还不能实施抓捕。而最快的方法就是被害人自己描述，当面指证嫌疑人。可这无疑又会将素媛拉进那个痛苦的噩梦中，对她的心理造成2次伤害。但为了将凶手绳之以法，母亲只能勉强答应，一切准备就绪。素媛躺在床上一言不发，她知道女人接下来要问什么。然而女人并不走寻常路，竟然开始哼唱起素媛最爱的动画片主题曲。素媛这才睁开了眼，女人开始提问。素媛无助地看向爸爸，她真的不想再回忆起那次经历。只见父亲点了点头，素媛才默默地接受。警方拿出照片，一张张地翻给素媛看。等到禽兽这一页出现，素媛紧闭双眼，但泡菜国的法律必须要求受害人2次辨认。忍着巨大压力，素媛缓缓地指向了挨千刀的禽兽。很快，警方就将他缉拿归案。可事情并没就此结束，这些无良的记者为了热度，把警局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他们见拍不到凶手，纷纷将摄影机对准了父亲。一时间，这件事就登上了各大新闻。但这还没完，记者们还将素媛所在的医院公之于众。为了保护女儿不被曝光，父亲只能抱着素媛更换病房，母亲则在门外用身体阻挡着他们。我才不想回家。当然完蛋了。这时，素媛的排泄带因为刚刚的折腾被弄破了，看着大量流出的排泄物，素媛满脸羞愧。父亲见状，拿起毛巾一顿擦拭，殊不知慌乱中又一次让素媛陷入了绝望。父亲掀开女儿的衣服，想帮她擦掉身上的排泄物，可女孩却大喊着不要，让父亲走开，声音中已然有了哭腔。而父亲不仅没停手，反而强行按住女儿的腿，解她身上的病符。终于，在女孩的呼喊中，父亲才意识到自己的鲁莽行为，让女儿想起了那噩梦般的遭遇。原来1周前，素媛在上学的路上，却惨遭禽兽的凌辱，导致大小肠流出体外，80%坏死，现在只能依靠排泄带生活。而刚刚无良的记者们为了热度，纷纷跑来医院围堵女孩一家，慌乱中才不小心弄破了排泄带。从这之后，父亲高大的形象在素媛心中坍塌，素媛也从此不敢与任何男性接触。父亲来看她时，也只能远远地坐在沙发上，看着被子里的女儿，内心深感惭愧。而促使这一切发生的禽兽，也终于迎来了他的审判日。可当他面对检方的指控时，根本不承认自己的罪行，一口咬定自己那天喝了很多酒，回家就睡了，更是什么都不记得。而且本案目前只有素媛的证词，并没有其他确凿的证据，因此暂时无法定罪，仍需进一步调查。听到这结果，素媛的大伯脱掉皮鞋，朝着禽兽就砸了过去。医院这边，母亲为了让女儿早日走出阴影，于是和朋友们装扮成素媛最喜欢的卡通人物，
在病房里蹦蹦跳跳，显然这个方法是有效的。素媛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当父亲从法院回来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他知道自己要如何修补和女儿的关系了。可当他面对服装那高昂的租金时，又犯起了难，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医疗费用已经掏空了整个家庭。用信用卡刷完这次的租金后，父亲卑微的恳求老板能不能便宜点租给自己一套。然而素媛的事件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，好心的老板竟然把一套闲置的服装送给了父亲。虽然救了点儿，但总好过没有。父亲激动的不停鞠躬。之后的每一天晚上，都会有一个神秘的大玩偶陪伴着素媛，他们用写字板互相交流，素媛还会展开双手求抱抱。当父亲抱住女儿的那一刻起，尽管他已经汗流浃背，我想此时他也是幸福的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素媛的身体开始渐渐恢复。她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回到学校，但又害怕同学们嘲笑自己，同时她又怪自己耽误了爸爸妈妈工作，还花掉了他们很多血汗钱。但素媛不知道的是，在这期间，同学们都非常想念她，还把每天的学习笔记跟祝福语贴到她家的门上，而爸爸妈妈的同事以及朋友也都向她家伸出援手，进行了募捐。这天，素媛终于迎来了出院的日子。父亲担心女儿看到自己会害怕，于是贴心的用一块白布将二人隔开。当路过那条小巷时，素媛变得浑身颤抖，下车后就吐了出来。显然这已经成为了她余生都挥不掉的阴霾。不过当素媛看到门口密密麻麻的纸条时，还是感受到了这世间的温暖。同学们的这些祝福与鼓励，又让素媛重拾了去上学的信心。女孩因为被侵犯，这一辈子只能带着排泄袋生活。上学的路上，那东西发出的塑料声让素媛久久不能平静，而她身后一直跟着一群小男孩，他们就像守卫者一样，默默守护着自己的同学。当素媛经过那条遭受苦难的路口时，她停了下来，迟迟不敢迈出那一步，直到一个大玩偶的出现，素媛才面露笑容，勇敢地跨出了心理障碍。而大玩偶里面正是素媛的爸爸。因为从那件事之后，素媛变得惧怕一切男性，她只能以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女儿。学校里，父亲一遍遍地向老师重复注意事项。예. 남자 선생님들하고는 직접적인 접촉이 없었으면 아이고 좀 죄송하게 됐습니다. 아유, 이미 스님들한테 다 주의를 줘놨어. 父亲还害怕同学们会欺负女儿，不停地恳求老师多照顾素媛一下。老师也承诺不会让素媛受到任何伤害。父亲再次鞠躬致谢，虽然此刻他的样子很滑稽，但却包含着浓浓的父爱。父亲还为了让女儿开心，每天快放学时都会提前穿好玩偶服，跑到学校操场上为女儿跳舞。虽然天气炎热，虽然舞姿笨拙，但只要能看到女儿笑，那这一切就都值得。等到素媛放学之后，他也会偷偷地跟在身后，防止意外再次发生。不过他的跟踪还是被小胖发现了。 소세지같이 생긴 아가 선인이 새로 사귄 친구가 素媛点了点头，并没有说什么。等到和小胖告别后，素媛跑回去，喊住了想要逃跑的父亲。 봐야지. 而此时躲在里面的父亲满脸汗珠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只是微微点了点头。 너 때문에 내가 아빠야를 피해서 일하고 있나? 此时父亲的脸上已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了。素媛微微一笑，主动上前牵起爸爸的手，将他带回了家。母亲被这莫名的玩偶吓了一跳，打开头套时，父亲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，杵在那里不知所措。素媛上前掀开盖子，温柔地帮爸爸擦去脸上的汗水，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正轨。很快，最终判决的时候到了，可因为禽兽在里面已经提交了多次申冤书，法院只能找到父亲，再次要求素媛出面指认禽兽。可这无疑是再一次把女儿推进火坑。父亲来到拘留所质问禽兽，可没想到禽兽吃了这么久的牢饭，一丝悔改之意都没有，还想让父亲与他和解。父亲怎么可能同意？于是禽兽就开始威胁说： 반말하지 마세요. 되바라진 게 누굴 닮았나 했더니 언젠가는 나갑니다. 父亲闻言瞬间暴怒，拿起椅子疯狂砸着玻璃，而禽兽却根本不当回事，淡然地离开了这里。最终庭审这天，素媛为了惩治坏人，还是坐在了指认椅上。当屏幕上出现禽兽的照片时，素媛低下头，然后举起了手。 이 아저씨가 맞아요? 辩方律师开始提问，每个问题都直戳素媛的内心，问素媛那天凶手身上是否有很重的酒味。这样的问题再次让素媛陷入了痛苦回忆中，但她还是如实回答了。等到禽兽出庭，她满脸伪善地向众人鞠躬，然后面对检方的指控时，依旧不承认自己的罪行，无非还是那套说辞。 제가 그랬다면 정말 죽을 죄를 졌습니다. 어떤 벌도 달게 받겠습니다. 근데 정말 아무 기억도 나질 않습니다. 随后，辩方律师又提供了一份酒精中毒的鉴定证明，禽兽也趁机喊冤。
제가 한 짓이 아닐 수도 있는데.庭审进行到这里，父亲的愤怒已经写在了脸上。很快，判决结果出来了，这个禽兽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，另外还驳回了被害人的赔偿申请。听到这个结果，台下一片哗然，众人纷纷破口大骂。 저기요! 술 먹다고 봐주는 게 어딨어요? 그럼 술 먹고 운전하는 것도 봐줘야지. 술 먹고 운전하는 거 잘못이고 술 먹고 저기 봐주면 안 돼. 그거 봐준다고. 아이들이 여기에 못한테 빨리니까. 죽다 살아나라가 여 있고 유리하고 내도 여 있고 아빠도 있고 역할에 만든 놈도 있고 증거도 있고 지문도 있는데 무실이면이라고. 然而法官面对这些却无动于衷。此时，父亲缓缓站了起来。既然法律制裁不了他，那么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讨回公道。可当他正要动手时，素媛跑过来，紧紧抱住了他的头。 看着如此懂事的女儿，父亲哭得撕心裂肺，最终抱起素媛，父女2人回了家。这场悲剧的最后，禽兽无疑是最大的赢家，仅用12年的牢狱之灾就换取了素媛的一生。而最令人窒息的是，此影片还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，罪犯原型赵斗淳已经在2020年12月13日出狱，并且在当时的心理测试中，他的分数已经超过了泡菜国所有犯人，这也意味着他出狱后再次犯案的可能性极高。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渣，泡菜国还是放过了他。